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渊。我们今天要把科学减法课程里面最精华的一部分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怎么样拆解发型。说到这个拆解发型呢，前一阵子就是有伙伴们私讯说，我到底要怎么看到一张图片可以知道这个头发的层次架构，或者是我该怎么剪这个头发？之前就开了一集怎么样画头图，它就是 Part 1啊。所以如果还没有看的同学们，可以先去看右上角的这个连结。画头图这件事，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层次架构的组成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着重针对，如果你要拆解一个头发呢，要注意的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你要先了解这个头发3维立体的架构。第一个就是外线，就是你的长度了，你最起码要先知道它是长中短，对吧？第二个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头发超过肩膀以下的，你就要去想说它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。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如果说你在耳朵下方这个地方有产生比较厚重的效果，大部分都是方的。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就整个顺着下去，大部分就是圆的啦，就那么简单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层次。简单的说，上短下长就是高层次，上长下短就是低层次，表面没有断差感，就是没有落差，那就是零层次啦。所以层次比较单纯，因为你只要在头发上面看到比较短的头发，然后就是长发，那基本上就是高层次了。那如果你看到的是上面比较长，下面比较短的头发，就是低层次了。那第3个就是它的方向了，你要去想说这个头发是向前波动的，就是这边有一条线，重量线往下波动的层次律动感，还是它的波动感觉是向后的波动感觉？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陷阱题，那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头发它是向后波动的，它到底是刘海还是层次？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啦，那就是所有的层次或者是所有的动感布局，我们都可以分成旁边这张图 A、B、C、D、E 这5个分区。那 A 区就是刘海啦。B 区就是前面的层次落点区 ，C 区就是后面的层次落点区啦。所以有的时候 A 跟 B 会搞混，就是到底是刘海还是它是层次，这个你就要先去想清楚。就是你会不会误判？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刘海，但是你认为它是一个前短后长，可是你真的剪完前短后长，发现怎么跟图片不一样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图片是后短前长，这个是非常多人会有的误判。所以啦，搞清楚外线、层次面跟水平面这3个东西跟我们的放的图片的图解能够相同的话，你就可以大致猜出这3个重点了。第2个大重点，那就是它是连接的还是不连接的。这也是陷阱题的。那我们这边要放上一张是连接的，一张是不连接的图片，大家看一下，一样的层次落点，一样的外线，有没有觉得连接的比较厚，不连接的比较有空间感？没有错。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头发是有发束跟空间感的，然后你的层次不要太高，你就用不连接的手法。但如果说今天你希望表达是饱满厚重的效果，你就用连接的方法。那为什么近期都用不连接的手法呢？原因是因为最近很多日韩系的发型层次落点都很低，但是空间感都很强烈，不用怀疑，那就是不连接的。第2个重点，那就是如果说你不希望有一个层次的断差感，也使用不连接的手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你将里面的重量给拿掉的时候，然后你顺着这样上去的时候，上面都是层次感，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断层的感觉不好看，你就可以里面是层次，表面的盖下来，有点类似 undercut 的概念。其实现在很多日韩系的发型都会用 undercut 的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比较简单，因为你就可以把里面的重量拿掉，表面的重量保留，那就很好去操作啦。你就很容易在表面这个地方放上我们最喜欢的滑剪，那线条感就跑出来了。好的，第3个重点，这个是最大的陷阱题，那就是这个头发有没有勾耳后。他就说，为什么要考虑这个？ OK， 尤其是在中长发特别的明显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视觉上，如果它是平的，结果它是勾耳后的，然后你真的剪一个平的之后，你再帮客人勾耳后，这个断差就跑出来了。
也就是说，你要用钩耳后去决定前面的长度的拿捏。如果说今天这个照片是有钩耳后的，那我就会建议你用钩耳后之后再去抓你的前面的长度，会比较安全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做，前面一定会短掉，你相信我。所以上述的3个重点，如果你可以掌握好，我相信你在拆解头图上面就会比较轻松。第一个，先了解三维立体；第二个，有没有连接，连接不连接；第三个，那就是这个头发有没有钩耳后。这3个就是现在商业发型的拆解的3个重点啦。那我们未来一样还是会延续这个题目，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。好了，说到这个地方啦，工商服务时间一下。我们科学减法的课程要开始招生了，现在播的时间点应该是在6月底，那招生简章也应该快出来了。那我们这个课程最大的卖点呢，第一天呢，我们会先把所有的减法的基本动作、持刀、站位、梳发片、自然垂落的定义，以及最重要就是设计线了。我们第一天会搞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怎么样训练自己幻想出有设计线的概念。这跟我们过去在学剪头发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剪头发，我们只是学习技术。老师告诉我们2往1靠，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拉得太用力，老师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。所以第一天我们就会把所有过去的一切先放下，先去想你到底要什么东西，你要的是后短前长还是前短后长？你能不能够在下第一刀的时候就去幻想出最后的结果在哪里？这个都是需要训练的。我们第一天就要训练这件事情，所以很多人上第一天脑筋就有点炸掉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这是第一天，当然我们会透过第一天去训练出一刀切的发型，或者去训练出怎么样去拿剪刀不会伤害你的手腕。训练出如何透过站位快速的将头发剪对称，再来就是训练出自然垂落的判定，因为所有的头发都是透过发根产生出自然垂落的效果，所以自然垂落非常的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照本宣科，透过公式去剪出来，可是你吹干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，那就是你对于自然垂落判定有问题的。第二天我们要去想什么是角度提升，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学美发里面最大的问题。到底为什么要剪45度？为什么要剪60度？其实角度只是一个方法而已，最重要是那个结果。所以我们会透过角度的提升，知道结果的改变是什么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角度。例如说，今天如果有一条线你要去除，那个线在下面，结果你一直往上拉角度，下面的线永远都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于角度没有那么了解。所以第二天我们要讲的是角度提升的概念，以及本频道最常讲的技术双引导线。我们在第二天我们会去讲如何透过双引导线去认识垂直跟水平。我们透过双引导线去认识什么叫做三维立体，这也是我们第二天的课程。第三天我们要将角度提升超过90度，我们要讲层次的概念。那层次呢，我们会透过圆形、方形跟三角形3种不同的层次架构去讲解到底什么时候要用三角形，什么时候用方形，什么时候用圆形的层次。再来，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那就是头型布局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ABCDE 这5个分区、2分区的概念。我们要去讲解每一个细部分区它代表头发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也是过去在学习剪头发最大的盲点，就是你学了一堆回去之后不知道怎么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刀下完之后会跑在哪里。我们所有的都会分析出来。那再加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华剪调亮，这就是我们科学剪法3天的内容。我们把所有你该知道的事情整理到最简单的方法让你了解。我们的课程不是要去讲多复杂的东西，我们只是要透过3天用最简单的道理让你知道剪头发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情。我们也鼓励你们上完这3天之后去上其他老师的课程，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最主要是让你瞬间明白所有剪头发的道理是什么，让你能够轻松的拆解出所有的商业发型。尤其是我们在第3天的下午，我们会希望所有同学找一张你最想拆解的发型，我们透过沟通，透过理解，透过讲解完之后，让大家实务的操作，如何把这3天的理论结合出最后的实务操作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卖点。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会有一个招生简章在下方的连结。那我们一班只有8个，所以你看到就不要再怀疑了，因为只有8个人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瞬间就秒杀了。那我们的费用是16000元3天，然后我们会提供2颗假头，就是课程所需要的假头。那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会将工具都准备好，你只需要带好你的剪刀跟你的笔就可以了。最后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课程都会有笔记本，那这也是我们课程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为了要让课程顺利，所以我们都会有设计完整的笔记本。那这个笔记本是按照这个课程的内容去设计的，所有的文字、所有的图片，我们都会是精心设计的。例如说，我们每一天的下课前，我们都要画完头图之后才可以下课。我们会检查完笔记之后才能够下课。每一天都有它的课题在。最主要的目的是我希望你能够在3天带走你想要带走的东西。因为毕竟大家都花了连续3天来上课，那最多的问题就是第一个，一定要连续3天吗？没有错，一定要连续3天，因为我们的课程从第1天晚上到第2天早上，我们都有设计课题，第2天到第3天都有设计影片让各位去观看，那都是有目的的，因为我们希望3天让理论直接贯穿，不需要再回去，然后又忘记了，忘记完之后回来又要重新开始，这是过往所有只要离开教学环境，然后回到沙龙回来就是有这种状况，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连续3天把这本笔记本把它该记的东西记完，该学的东西学完，该剪的东西剪完，3天直接一次贯穿。你只要花3天，其实有非常多伙伴是上完这3天课之后才加入会员频道的，因为会员频道就是一个复习的。那我也很鼓励现在所有的会员，你们已经看了会员频道，你来上课，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因为你会跟我互动很多有关于技术上面的讨论，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年最多就是收8个人一班，那这是我的坚持。我们过往有收过15个人、12个人。就是最多，然后我们常常会有爆班13、14个，但我们这个课程最多就是收8个，我们就不会再多了。那明年我们会更少人，但是我们价格会再调整。那今年因为它是一个过渡期，所以我们维持16000的价格，我们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16000了。那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拖到7月才开始做招生。我们第1档课程应该会在8月开始。那我们8月、9月、10月、11、12每个月都只会开1档课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年只有40位学生可以上到课。老实说，已经有询问，都已经超过这个人数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赶快报名。OK， 在下方的简章就直接报名，启动，赶快报名，然后选择你要的时间。那因为我们会从8月开始招，8月招完就9月，9月招完10月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招下去，除非很快速的满了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再加开。但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，因为我现在还有会员频道，还有 YouTube 的影片拍摄，所以其实能够开课的时间也比较少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咯。今天算是一个之前同学的问题持续的回答，好不好？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就在下面留言，那我就会回答。那你们对于拆解有任何问题，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互动。那顺便打个广告，我们会员频道的人数持续在增加咯，好不好？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，因为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冷烫了啦，从女生的线条，然后堆积重量、去除重量，然后还有什么男士。对，男士也开了一个单元，然后现在来烫发，然后接下来会是染发，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把沙龙需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会透过实验的方法，跟各位去做讲解，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更好的理解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